第一，大家都很眼热的美股七仙女在淘金，英伟达是那个唯一卖铲子的垄断供应商，结果发现声称家里有金矿的七仙女在赊账买铲子，这说明啥呀？说明 AI 这个淘金的传说不真实啊。而第二个就是前面我提到的资本性投入 Capex 这个事儿，说明啊这么多钱投下去了，是铲子也不赚钱，金子也不赚钱，那到底 AI 还能不能让美国伟大了？要知道今年美股 AI 行业有4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AI 的这个支出在统计学上实际上就决定了美国的经济是蓬勃发展还是大衰退。现在属于是记账上记了很多钱，可是不知道钱在哪儿。AI 公司也没钱，英伟达卖铲子也没钱 ，AI 以外的美国行业更没钱，流动性紧张嘛。于是现在英伟达的财报和之前空头引发的情绪，实际上就在美国投资者那个担心 AI 的脆弱的神经上撒了一把盐，分分钟它就崩了。而这种情绪上头的崩，就很难不带动全球市场承压。毕竟与此同时，日债昨天刚崩，国债收益率飙升，本来日债就是在给全球提供低息流动性的，现在全球流动性一收紧的档口，美国市场又一慌。我们内部按照一贯的一些不听指挥的机构抱团抬轿子的玩法，看到这种情况也是一定要争先踩踏的。这就是我说的内部的另一条主线的具体体现，也是近期一系列标准出台需要收拾的对象。而且呢，具体到技术层面，我们毕竟也红了6个月了，现在也到了整理队伍、整理筹码的阶段了。总体来说就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莫慌，尽在掌握。真正的危机压根就不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没有任何深度回调的基础，受到波及不可避免。但是看到美股目前真正的2条主线，才能理解，虽然里外都在跌，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美国过去1年主线只有2个，第一个是击鼓传地雷的这个鼓点游戏要停了，第二个是 AI 可以解决美国经济的一切问题，开启新的创新周期。前者看到的是利率高企，政府的赤字失控， AI 估值天花乱坠，任何一个让人觉得鼓点要停的信号，都会引发这部分人抢跑踩踏的趋势。这种是担心自己跑慢了。第二波人看到的是，只要和算力、芯片、数据中心搭上关系，那就是前途无量，任何一次回调都会被包装成难得的上车机会。这种呢是担心自己上车晚了，于是就造成了现在美股林黛玉一样的体制，巨大规模的筹码来回交换。就像开篇我说，一个非农数据既可以解读为经济在走弱，美联储要松了，也可以解读为就业还可以，软着陆没问题。真正一看，美股这么极端的2种情绪，归根结底其实是同一个本质造成的，就是美国目前的 AI 泡沫其实应该叫做语言大模型泡沫。美国疯狂的砸算力，制造算力次贷，不断的通过激进的会计报表策略增加自己的盈利能力，实际上忙活了半天都不过在围绕 AI 的一个小小的子集大语言模型这个单一的赛道上在发力。实际上 AI 发展真正的维度是极其多元的应用，应该囊括生物、化学、图像、音频、视频和很多实际应用的场景之上的。从我们的智能驾驶和很多生产应用端对 AI 的搭载就可见一斑。之前关于中美 AI 2条线的时候我就提过，美国实际上是寄希望于一个语言大模型变成新的上帝，当下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解决 AI， 然后让 AI 来解决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所有关注焦点和资金都集中在靠大量计算资源构建一个万能模型的这个想法上，但现实是未来会出现很多定制化、专业化的模型，针对性的解决不同的问题。这不只是我的观点啊，也是 Hugging Face 的创始人对于 AI 是否有泡沫的一个判断。现在美国它就不是 AI 泡沫，而是语言大模型泡沫。那为什么会有语言大模型泡沫呢？因为它别的也没有啊，它没有，但是我们有啊。我多次给大家讲过，实体产业和金融业平衡的时候是彼此促进的，但是稍微放纵金融业就会对实体产业产生根本性的反噬，伤筋动骨治不好的那种。有些同志们喜欢拿着美股经常分红，美股可以养着那么多非专业的投资者，让他们好好的过日子来跟我们比较，亏的美股是那样的表现，才让美国现在连军舰都造不出来。现实点说投资从来都是无限博弈，而不是某一天的成败，永远看的都是明年我在哪，而不是明天的绿肥红瘦。美股的问题看似是情绪极端导致的剧烈波动，其实本质都是缺乏有效的实体生产作为支撑导致的。我们在主线上的底色跟对方截然不同，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也应该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和判断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要承认一点，
赚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无论是投资还是做实业，我就是为金融从业者，我身边的大佬从来都不能一劳永逸的赚钱。大家都理解赚认知之内的钱的道理，但是大家忘了，认知本身就是一个辛苦且困难的且持续不断的事情。因此呢，情绪不那么高涨的时候，我很建议各位调整自己的配置结构，把投资当做一个工具，要熟悉自己的工具箱里都有什么，股票、ETF、基金和保险等等，它都是一个工具的用法，然后用这个工具帮助自己解决不同的问题，而不是就认准一个工具，总想着看准机会一次翻本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赌，而且十赌九输。一定要注意啊，没有人真正的目的是赚钱，而是赚钱之后的那个目的。赚钱只是欲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比如抵抗大额的意外支出，提前几十年的规划好未来生活所需的自由现金流，分散风险，降低财富波动等等，这些都是同样的可以切实的解决问题的，只是方式不同。今天的全球波动实际上既是意料之外啊，也是预料之中，也是在提示前6个月中有了些成功经验的新选手。海浪无情，风险和收益从来都是成正比的，只有愿意承担高风险，才能博取高收益。更具诱惑性的财富增长确实来自于高风险的投资，但是这种情况入场的基本条件就是你得承受得起这种风险，而这一点其实就决定了你的持有策略。当你方向正确的时候，高风险是投资期的正常震荡；当你方向错误的时候，高风险就是本金荡然无存。这样的风险你必须掂量一下自己是不是承受得起，如果不行，宁可不做，也不要让投资来反噬自身的生活。如何提高自己的抗风险能力才是关键。那有2个途径，第一就是成为真正的投资高手，显然这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是不现实的。那第2个就是搭好基本盘，依靠周期性的规律，顺大势，分享趋势性的机会和时代红利，这才是适合绝大部分人的投资方式。多学、多看、多总结是非常重要的步骤，没有什么捷径，没有大师，也没有诀窍。与其总期待着赌对一次彻底翻盘，不如攻守兼备，行稳致远。祝各位下周好运吧。